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我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。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媚，以正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，来人，在，即刻送王后回宫，面壁思过。大王，王后身子重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。奴婢送您回宫。大王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，还没说完呢。王后，大王，王后，快叫太医！禀大王，王后的脉象时速时缓，太微不可有大碍？臣已让女医治为王后扎了几针，以稳胎象。从今日起，王后不可随意走动，不可操劳忧心，更不可情绪大喜大怒。你们可听到了？奴婢不敢有任何怠慢。既然王后养胎，不可操劳忧心，这后宫事务还是重新交还给魏夫人，让唐夫人协助着办理。是。王后需要静养，从今日起，后宫嫔妃们来向王后请安，只在门外，不得入内。王后没有寡人之令，不得离开交房殿，大门给我关好，免得闲人打扰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姐姐，大王！夫人重掌后宫，可喜可贺。恭喜夫人！不过是王后不能理事，少不得再辛苦我一些，也好为大王分忧解难，为各位姐妹操心吧。姐妹们一向体谅我的辛苦，如今也只是依照旧例办。各位姐妹，请坐吧。谢夫人。上茶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备的贺礼，恭喜姐姐。虽说王后不能立誓，但是王后的应签孟昭氏已经侍寝，按理说，这后宫设宴应该请她一起。姐姐说的有理，他们来不来是他们的面子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本分，免得让人家以为我们这边分帮分派似的。我给魏夫人说了，可她说处女休想再翻身了。王后身边那几个应女被扫地出宫，那是迟早的事。不到最后尘埃落定，一切预言都为时过早。恭贺夫人重掌后宫。恭喜夫人！还不快把门关上！姑姑，外面在闹什么呢？今日风大，外面树叶被吹得哗哗的。珊瑚，去把窗子关上。是。王后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姑姑又何苦要骗我？
宫里本来就是如此，攀高踩低的。别说那些嫔妃们，就是内侍婢子们，跟了得了势的主子，即可耀武扬威；跟了失了势的，马上抱怨连天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储宫里看得多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轮到我头上。王后别急，还有不到2个月，胎儿就足月了。只要您能生下一位小公子，这后宫还是你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？2个月足够宫里风云变化几回了。王儿落地前，大王若仍恼怒于我，就算这孩子生下来，也不会讨大王欢心。现在想想，芈月当日拦着我，也真是一片好心。芈月呢？她怎么没来看我？平日里我有什么事情，她都在我身边与我商量的。哦，也是。大王不让任何人进入交房殿，也把月妹妹挡在外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代茂姑姑，这是王后赏给你的。这不年不节的，王后何以赏我？孟昭氏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女，自你到秦国，王后一直把你看成心腹之人。论亲疏，芈月是王后的亲妹妹；论容貌，那景氏也不输于你。可王后还是选中你首先为大王侍寝，可见她对你的器重。是。因此，你与王后一荣俱荣。眼下王后正受挫折，身处困顿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你要用心好好服侍大王，让大王对王后回心转意。王后对臣妾恩宠有加，臣妾定不辜负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，要向大王请教。说吧。芈月听说，咸阳有一女子，在家是好女儿，在外是好媳妇。有一日，娘家人和婆家人一言不合，动手打了起来。都喊那女子帮忙，弄得那女子好生为难。大王，可有处置的办法？若那女子想做婆家的好媳妇，就该一心帮着婆家；若她想做娘家的好女儿，那就休婚，回娘家去吧。难道就不能两全？不能。也没有是非对错？当然有。那谁对谁错？谁来评判？那就要看谁人说对谁说。怎么说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芈月为了王后的事情，已经往大王的承明殿跑了好几次了。那小丫头倔强，但对王后倒是忠心耿耿。既然如此，不知为何王后安排身边的应女侍寝，却从来没有芈月。谁都能看得出，芈月的心思不在这里。
回去替寡人传旨，把楚国那些被俘的将领们都放回去吧。是。哎，你这是把寡人往哪里带的？大王要去哪儿啊？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大王日日忙于公务，难得到园子里转一转。前一阵儿啊，这儿的菊花开的是要多好有多好啊，眼下呀都快开败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们在做何事？今日是吉日，臣妾特地沐浴更衣焚香，前来采集花草，以供奉在臣妾房中神龛面前，替大王和王后祈福。为寡人和王后？是。都祈了什么福啊？大王英勇神武，威冠群雄。王后贤良淑德，风华绝代。臣妾想祈求上苍的神灵，保佑秦国风调雨顺，保佑大王和王后恩爱和睦，更要保佑大王即将出生的嫡子康泰平安。只是祭祀祈福要有虔诚之心，你这花红柳绿，只怕诸神会怪罪。你还是洗净脂粉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再做吧。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。孟昭是这个无用的东西，奴婢花了那么多钱疏通，他好不容易见了大王，竟然几句话就被大王打发了。这事怪不得他，大王本来就对他淡淡的。大王的心思太难猜，难也不难。大王看重心思聪颖，胜过脸蛋俊俏。后宫中像芈月那样的女子，凤毛麟角。只可惜芈月不肯，不然大王那边……王后诧异，幸亏芈月不肯。王后想想，要是芈月肯了，王后会真的高兴吗？我有什么高不高兴？肚子里怀着大王的嫡子，却被禁足在此，见大王一面都成了奢望。好在幕间隔三差五的替大王来问候，那只是例行公事。大王并非儿女情长之人，人不见，情就更淡了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大王出宫了。母亲刚才来过了，说大王去了北郊行宫，要在那儿住上几日。眼下王后被禁足，大王又不在宫里头，你去给永相令景离传个话，就说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妹妹明白。姐姐，大王，你来得好快呀！这是大事。昨晚寡人收到姐姐的书信，立刻决定要来。哦，大王，你看这个。这东西，你们是如何拿到的？是雍瑞花了重金从义渠人那里换回来的。寡人一直希望这不是真的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份从魏国来的密报。
密报是否可靠？那报信人是当年我在魏国宫中的莫逆之交，绝无虚言。既然魏王用尽心机，一心要将大良造公孙衍收入囊中，寡人就不得不有所提防。来，大王，请上座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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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冉，你不能进，你不能进呐！姐姐，姐姐救我！放他进来！小冉，姐姐，姐姐来了，不怕。永香莲为何恐我弟弟？奉魏夫人之命。魏夫人，魏夫人为何抓个孩子？你弟弟偷了公子壮的宝剑，按照秦律要砍去双手。那宝剑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。更何况你芈月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礼法有云？男女7岁不同席，即便如此，此处是后宫，除了大王和各宫公子之外，不可以有其他男子，除非处过宫刑。小冉捡了公子壮丢弃的宝剑，就算有错，也绝非偷盗。至于后宫无外男，小冉是我弟弟，如今也不过是个10多岁的孩子，何况此事我已经得到王后的允许。王后许可是私刑，我行的却是秦法宫规。后宫不容外男，若是偶然闯入，或可逐出了事；若是奉诏而入，也不可过夜。你这个弟弟在宫中居住已非一日，为避人口舌，只能宫刑。不准碰我弟弟！不准碰我弟弟！放开我！姐姐救我！姐姐，别碰我弟弟！你敢动我，死你全家！放开我！你动我！哟，气性还真大，可惜呀，景离孤身一人，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你找我来好了。别碰我！景离，别碰我！你我无冤无仇，何至于此？我奉命行事，只是魏夫人有话，一定要等你来了才能动手。现在啊，时辰正好。姐姐，姐姐救我！这样水嫩的小童，只要1刀的功夫，就成全他了。别碰我弟弟！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！你要是不，我都答应你，不要碰我弟弟。我可什么都不要，只是魏夫人要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我懂了，我去找魏夫人。芈月是聪明人，早这么做，省了多少周折。姐姐，我好怕。小冉，别怕，姐姐一定想办法救你，别怕。等我，一定等我回来。姐姐一定要来救我！夫人，芈月求见。芈月来了。我在焚香，如此雅事，只能心静，千万急不得，只好怠慢了。心死恶臭的人，再焚香也无济于事。有人死到临头，还敢嘴硬啊？你要害我，就冲我来，不要害我弟弟。谁敢害你呀？你可是当今王后的妹妹。至于那个违反宫规的小童，大王委我主持后宫之重任，不好因为你是王后的妹妹，我就徇私舞弊，只好按照规矩办了。
对吗？魏夫人用不着兜圈子，你说吧，究竟要如何，你才能放了我弟弟？妹妹这话可就说差了。我向来都是与人为善，成人之美的。我看你在王后身边日日委曲求全，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。妹妹如此启年月貌，若是只以幼女身份终老秦宫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先王后陪嫁中有一小臣之子叫魏成，20有余，与芈月年貌相当。我意欲为你们做个媒，这对玉姬为聘，如何？你要我离开这里？不是离开，是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放了我弟弟。2日之内，我会安排你出宫成亲。你与他成婚后就离开咸阳，随他去大梁吧。你那弟弟姓魏，说不定我们还是同族呢。我会为他在大梁安排一个出身，如何？哼，只可惜我是王后的人，不能由你左右。眼下王后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护得了你呀？更何况你是心甘情愿的，她不能为了一己私欲，就耽误了你的美好姻缘。你如何才能叫我心甘情愿？这难也不难。王后眼下被禁足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你乖乖地按着这上面的话抄写一封书信，就说你和魏成两情相悦，要和他白头到老，共度终生。辛苦你回去就这么做。明日我派人拿着这封书信去跟王后提亲。魏夫人筹划得好周全。为了成全你们，总是要滴水不漏的嘛。我要是不写呢？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明日一早，我若是拿不到这封书信，你那个弟弟可就一刀全了了，从此倒也干净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去禀报王后，说我有要事，必须马上见她。稍等。大茂姑姑，快带我去见王后。你是故意为止，还是昏了头了？大王有令，外人一律不准进入交房殿。那麻烦姑姑把王后请到门前。你安的什么？你安的什么心呢？王后心情愁苦，日夜难眠。今日好不容易能睡个午觉，你又来打搅。你有己无人，根本不顾王后有孕在身，又被禁足的辛苦跟烦恼。魏夫人让永香令捆了小冉，说小冉违反宫规，要施宫刑。魏夫人眼下主持后宫，要杀要罚，谁能拦得住啊？何况秦宫有秦宫的王法，那魏冉被罚，该是事出有因。且不说王后正受挫折，大门都出不去，就算她还能说得上话，因为你们俩姐妹的关系而袒护你，定会被人诟病，还是回避为好。魏夫人捆小冉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是要把我赶出宫去。哦，她用弟弟的性命来要挟我，逼我嫁给一个魏国小臣之子，说明日是最后期限，若得不到我的承诺，她就要对弟弟下毒手。这事可就难办了。按理说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婚姻之事轮不上魏夫人插手。可眼下王后被禁足，又身怀6甲，
若硬撑着为你出头，与那魏夫人纠缠起来，弄不好有了闪失，谁能担待得起呀？你一向疼爱魏冉，定不肯叫他受苦，但不苦他，就只好苦你了。此事，还是你自己做个决断吧。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你一定要帮我！呆猫姑姑，芈月，你可是公主身份，怎可给我一个奴婢下跪？我知道，姑姑一向不喜欢我，可眼下救人性命是大事，求姑姑一定要帮忙。王后已经自身难保，你还是不要连累了她才好。何况，你芈月一向足智多谋，就算没别人帮忙，你也能过了这个坎儿。呆猫姑姑，关门！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姑姑。这整日里躺着，躺得整个人都软了。再过几日，小公子就要出世了。女医治说，让您没事啊，多走动走动，免得生的时候太受罪。玳瑁姑姑呢？玳瑁姑姑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月儿来了？哦，是芈月来给王后问安，听说王后午睡就走了。也是，好久没见月妹妹了。姐妹说话还要隔着堵墙，不如不说。再扶我在屋里走走吧。芈月只是一个小小的陪嫁应妾，母亲竟然用这种手段将她逼出宫去。她虽然是一只小泥鳅，却总在这后宫掀起大风浪。王后欺辱母亲，也是倚仗于她。除了她，这后宫会敞亮许多。听说，王后已被禁足在交房殿，大权重回母亲手中。那芈月再想作怪，又能将母亲如何？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。既然她是祸水，当然不能留。论人品相貌，那芈月都是上等女子，可母亲竟然要将她许配给一个普通小厮。华儿，此事与你根本无关。难道芈月也给你灌了迷魂汤？孩儿觉得明珠暗投，实在可惜。你莫非是疯了？竟然会有这心！她是王后身边的应妾，随时准备给你父王侍寝。若让你父王知道你有如此打算，心里会如何恼恨于你？太子之位，想都不要再想。可既然母亲要让她嫁给别人，为何不成全自己的孩儿？花儿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是大王最看重的长子，日后是要继承王位的。若想成亲，也必须是和诸国的嫡公主联姻，助你成大业。那芈月应妾之身，毫无背景，她能帮你什么？母亲，不必再说了。由此看来，这个芈月就是个狐妹子，在宫中更不能留。芈月，我也听说你弟弟魏冉之事，这些人趁我父王不在宫中，下此黑手，行事卑鄙。眼下王后虽自顾不暇，但只要她肯出面，魏夫人他们不得不忌讳她3分。可眼下，我想见她一面都不行。这么说，连王后都不能庇护你了？魏夫人他们鬼祟伎俩，害小冉，就是为了害我。我豁出去了，大不了拿我的命
去抵小冉的命罢了。你这是以卵击石，眼下还不是拼命的时候。这是我的出宫令符，你拿上，去找我父王，他此刻在北郊行宫，骑马去快些，悄悄走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拿着。我不想向你父王讨要任何东西。你当真以为我父王是施恩图报之人？况且，你要先过了眼前再说。其实你知道，我父王心里一直很喜欢你，而且，我父王是个有情有义、很值得人仰慕的男子。子歇，子歇，子歇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玉儿，姐姐身受桎梏，小冉性命攸关，我要去救小冉，去救姐姐，子歇会等我的。月儿，记得公孙衍刚到秦国的时候，还是我给大王引荐的他。那时候的公孙衍，青年才俊，意气风发。第一次与大王见面，他与大王仿佛是前世的缘分，促膝交谈了一夜。寡人因公孙衍攻占河西之地，和诱服魏国主将公子昂的功劳，封他为秦国的大良造，这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殊荣。寡人真不信他会背弃大秦。大王，人心是会变的，有的人永远贪心不足。何况眼下张子与大良造水火不容，魏王又不停地差人给大良造送礼，我想目的只有两个：一是为提醒他还欠着魏国的人情；二呢，是为让他知晓，说到底只有魏国人对魏国人更亲一些。当下秦国权力三分，张仪与公孙衍相争，正好让公孙衍再生意念。公孙衍一向是心高气盛，魏王对公孙衍又是志在必得。对于公孙衍，大王还是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大王，穆坚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大王，出了何事？是关于芈月的弟弟，
偷了公子壮的剑，魏夫人要施以宫刑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是魏良人叫侍女给老奴报的信儿。这个魏良人倒是个有心人。这个事说小也小，说大也大，老奴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才决定跑这一趟。一个小女子遇到这种事情，该是天塌了。大王要帮他，他要寡人帮他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是。来，喝酒。哎呀，后宫之事不胜其烦，大王到我这儿喝杯酒都不能踏实。当初长姐为我打理后宫的时候啊，寡人的耳根子清净多了。后宫女人多，是非也多，但大王过去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并不往心里去。后宫没变，大王却变了，是不是？大王又有心上之人了？长姐有雍大人常来陪伴，在北郊行宫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还拿寡人来打趣。这么说，大王今晚住在我的宫里，难免孤单，让姐姐安排一个好女子给大王侍寝，无妨。大王，芈月来了。她来了？是。她真的来了。看看去。哪个芈月呀？是不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？是。这么说，今夜不用我安排，大王也有侍寝的人了。此事寡人已经知道，既然有王后的应允，宫刑可免，但按秦律，偷盗他人财物必须责罚，哪怕是寡人的兄弟，也不能网开一面。眼下魏夫人执掌后宫，行事虽有些急躁，但并无大错。那不是偷，那把剑是公子壮丢弃在草丛里的，是生了锈的。怎么不是偷？那是谁家的园子？他拿走那把剑，告知了公子壮，并得到许可了吗？大王明示芈月，如何才能救弟弟？我大秦以法立信，刑上大夫，寡人帮不了你。芈月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大王的心情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就是你在这儿跪上一晚上，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大剑垂怜，能否安排芈月今晚侍寝？你说什么？芈月山穷水尽了，连这性命都不在乎，哪还在乎这身子？眼下只有这法子了，望大剑成全。给寡人宽衣。
你今日怎么了？连宽衣都不会了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以为如此就能救你弟弟吗？明月是情，心甘情愿。丫头，你的心思明明白白写在脸上，你有难处，有求于寡人。可你知道寡人这一辈子最痛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被人利用。大王恕罪，明月出此下策，的确是走投无路了。你对寡人并不真心，何苦如此？明月，别无选择。起来吧，寡人从不强人所难。你跪着也没用。你打算让寡人做什么，是你的事；寡人打算做什么，是寡人的事。你出去。4时，他们就要对小冉动手了。真是稀罕事儿，你芈月也有服软的时候。听说你昨日从我这儿走后，去求过王后，却吃了闭门羹。我倒也是好奇，这王后一向是把你当成救命稻草一般，这次怎么就轻易放手了？怕是自顾不暇，只好把你当成弃子了。其实王后也应该心存谢意，我给你安排的去处并不算差。多说无益，这是你要我写的那封信。一手教人，一手教信。刚才我还在担心杀只鸡临死前还得正正翅膀呢，你可是惯于作怪。把你写的拿过来，让我细细看看，免得你在里面再耍什么把戏。见不到小冉，你休想拿到这封信。你若不给我这封书信，你那弟弟可就性命不保了。夫人，夫人，那小童他……你来的正好，把那小童给我带到这里来。不是啊，怒坚方才领人去了隐宫，把那小野种给带走了。什么？没事儿，小冉，没事儿啊。不疼，小冉，小冉，姐姐，小冉，吓死姐姐了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让姐姐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陆坚说，按大秦令，偷盗必须砍手。但秦王下旨说，念及小冉年幼，就割了一个小手指头。疼怎么办，小冉？姐姐，我小冉不好，给姐姐惹下这么多麻烦，
请姐姐处罚。不怪小然，小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是有人心存恶念，故意要害我们。那该怎么办？自今日起，姐姐一定要用性命来保护你们，让恶人再也不能欺负到我们头上。不哭，小然。大家手脚都利索点儿，把这院子都给我打扫干净了啊！还有那边，还那一边，啊，大监请留步。哎呦，是魏夫人。想来大监不会不知，大王已经命我主持打理后宫事务。今日我本想依照宫规处罚一小童，大监为何出手干预？老奴也是受命而行啊。奉谁之命？大王。切，大王，这不可能。夫人是怀疑老奴在假传大王旨意。大王他不在宫中。大王耳聪目明，夫人若是对老奴有责怪之处，可以向大王直接请旨问责。夫人恕罪。大王今日回宫，老奴还有很多杂物要去处理，告退。大王，你吹奏的是楚国情歌，乡间民谣罢了。听曲调，这本该是男女欢爱之曲。芈月吹奏得如此伤感，想必是在悼念心上人。芈月，君前失仪，望大王恕罪。
今晚你就睡在这儿。入冬了，再给自己拿床被子，省得着凉。寡人累了，睡吧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乌鸦飞上梧桐树，还能变凤凰。只要能飞上梧桐树，是不是凤凰不重要。哼！怎么又是肉糜面汤啊？我昨日不是说了，秦国之地的麦子过于粗粝，尽是麦麸。我想吃楚国的大米。都怪婢子记性坏，忘了王后的叮嘱，奴婢这就去让膳房重做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几日胃口有些过于古怪，时好时坏的。想来王二知道了，母后禁足在此多日，心烦意乱吧。不要。玳瑁姑姑啊，汤勺。哦。你们几个今日怎么了？个个像丢了魂似的。珍珠，说。方才有人看到什么？看到芈月乘着大王的辇轿从成明殿回来。大王的辇轿？是。妹妹即使去了成明殿，怎会坐大王的辇轿回来？你们出去吧。是。禀报王后，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你说什么？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可芈月与我有约，只协助我主持后宫事务，绝不侍寝。他若是真心想侍奉大王，我早就可以给他安排了呀。都怪奴婢愚钝。前日，芈月曾因弟弟魏冉犯了宫规，而被魏夫人要挟，求告王后出面搭救。奴婢怕魏夫人借此事滋生事端，算计王后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没让芈月见你。不料，她转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，这就是姑姑的不对了。芈月有难，姑姑怎可趁人之危故意作对？不是奴婢要与她作对，只是她的性情跟手段实在让奴婢替王后担忧啊！此话荒唐。王后想想，自打进宫，芈月表面上事事依附于王后，实际上她事事抢了王后的风头。芈月绝非是甘于久居他人之下的女子，一旦有机会上位，她定会成为王后的劲敌。因此，奴婢本想借水推舟，把芈月赶出秦宫，没成想这一推，竟将她推到大王的睡榻上去了。姑姑不必自责了，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晚了。看来
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些东西是大王让我们送过来的。大王说，芈月平日衣着过于简朴，让芈月拿来装扮点事的。谢大王恩赐。行了，这宫里头还有别的事，我就不在你们这儿讨茶喝了。你们忙你们的，小的告退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。是啊，真好看。蚁人刚回来，大王赐的东西就跟过来了，可见大王对你的确用心。这金钗上的珍珠这么大，多好看呀！哎，你看这个玉镯，哎，还有这个耳环。你们先把东西拿下去吧。是。我看你回来，就一直心事重重的。奎姑，别说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万不得已，是为了小冉和王后。姑姑，我要是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没做什么？没做你想的那些。我知道，眼下整个后宫都在说长道短。我坐着辇轿回来的时候，更是想，这比挂着一面帅旗还要招摇。但我要是告诉你，我在大王的房中待了一夜，大王并没有临幸我，你信吗？是啊，没有人会相信。那是为什么？大王的心思很难猜到，但眼下我最担心的是王后，我怕姐姐会不会因此而多心。没想到把他逼狠了，竟然想出这样的招数。这下好了，大王为了给他出气，把永香令也给换了。哼，又做辇轿，又是赏东西的。姐姐，没想到我们费了那么多周折，竟然为芈月做了嫁衣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过去啊，我们姐妹还真是小看了她，以后对这个丫头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免得再被她钻了空子。亏得王后还被禁足，就算芈月想对我们如何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怕就怕她有一日羽翼丰满，既有王后的庇护，又有大王的恩宠，到那个时候，她就会成为我们最棘手的强敌了。姐姐，那芈月得了势，她会不会又重提那符节的事儿啊？那铜符节被公孙衍拿走之后，我曾派人催要过数次，却无结果。这可是悬在咱们头上的一把刀啊！看来一定要想办法，尽早把这符节讨要回来。昨日我已向大王禀报，君不密失国，臣不密失身。我既为王后之陪嫁应女，侍寝后应当去见见王后。大王已经允许，帮我梳妆吧。今日是侍寝后第一次觐见王后，像这些凤钗啊、玉镯啊，还有玉佩，应该多带几只，也能显出大王对你的厚爱。这些东西一概不要，除了发饰必须按照规矩，其他的仍是平常装束就好。
王后有何不是？王儿在踢我。别看小公子在王后肚子里人不大，脾气还不小呢。当年威后怀王后的时候，王后在威后肚子里可乖巧了。威后命人把宫里头摆满了鲜花跟果子，还把寝宫里所有硬的地方都用芦絮给包起来。王后出生后不仅漂亮，性子也柔顺。眼下，谁来给我摆鲜花水果？谁又来包起这宫里的芦絮？难怪王儿心里郁闷。王后放宽心，我把给小公子做的衣裳先收起来。王后，芈月来了。她定是得了大王的许可，特意来看我的。王后，这种人应该立马轰他出去，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了。就算我心里怪他，也当忍一忍。王后这是何苦啊？毕竟她是我的应妾，如今在这宫里，我们最大的冤家对头是魏夫人。大王心宠芈月，只有她能够跟魏夫人抗衡。难道你要我把她推到魏夫人那儿去吗？宣她进来。是。姐姐，大胆芈月，你既已侍寝，受大王宠爱，就该按规矩给王后行大礼才是。不必了，她如今身份不同以往，用不着对我行这么大的礼。姐姐话里话外，这是在怪我。我哪能怪得你？在宫中能够承做大王撵教的，你是第一人。你若在我面前多礼，岂不是折煞我？姐姐不仅怪我，而且意气用事。姐姐，能否听妹妹辩解两句？那日，魏夫人把小冉抓走，要施宫刑，妹妹四处告救无门，只好拿着梦莹的令符去找大王。姐姐知道妹妹一无所有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小冉的命罢了。更何况我虽主动侍寝，但大王知道了我的苦楚，与我只是同卧而眠，并非同榻。你说什么？你与大王并非同榻共枕？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好大胆！月儿是我妹妹，她受了这等委屈，你竟然隐瞒于我，害得她不得不违心去找大王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王后自己也有难处，你少狡辩！我与月儿同气连枝，他们害月儿就是在害我，这事还不都怪你？姐姐，那日我也不想牵连姐姐的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过来。祸兮福兮。其实，当我得知大王临幸你，姐姐心里还是替你欢喜的。早先，你总说你要走，姐姐唯恐哪一日我们姐妹就真的分开了。现在可好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留在宫中，我们姐妹从此长相厮守，互相帮衬。珍珠，去把我那套紫玉镂金的首饰给我拿来。那套首饰最为贵重，王后平时也不常用，奴婢一时想不起放在哪儿了。就在我床头放珠宝首饰的匣子第2层，快去吧。是。姐姐就要临产了，心境需开朗些，切不要为难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儿。我明白，我若是为难自己，反而中了那些人的心思。好在女医治和太医常来给我调理把脉，天天药膳吃着，这身子还算无妨。大王近日政务繁忙，
但大王昨日还提到了姐姐腹中的嫡子，想来大王心中是挂念姐姐的。姐姐想起那日的事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还望妹妹在大王面前替姐姐言语几句。那是当然，多谢妹妹。拿过来。无论怎么说，妹妹也算是侍寝了，我理当送你一套妆奁，给你贺喜。这套首饰是姐姐最心爱的，你收好，就当姐姐的一点心意。这只怕不妥，这套首饰太过珍贵，妹妹承受不起。再妥当不过了。只要妹妹与姐姐一条心，姐姐愿意倾其所有。看到王后拿出这套紫玉镂金的首饰，我觉得王后心里的芥蒂并未全消。姑姑大约多心了。王后本是心地纯良之人，我已将实情一一相告，该是没事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从小到大，她都在高处，你在低处，她早已习惯了俯视咱们，怎能甘心养成鼻息？你今日衣着故意这般收敛，我就知道你有意回避。真希望王后能明白你的苦心。姐姐临盆在即，能让姐姐真正开心的是解除对她的禁足令。我猜测，大王对姐姐的怨怒也已经消了大半，只是需要个合适的机会，让她重新看重姐姐。王后喝口水吧，让芈月搅和了半日，身子肯定乏了。眼下也就只有芈月能帮着我了。盼着大王对他能有几日新鲜劲儿。大王并未临幸他。是啊，这说明芈月并未入大王的眼。姑姑没有明白，我虽怀着大王的孩儿，但大王对芈月却是更用心。大王知道芈月的心思，竟没有勉强她。女人能让男人珍惜到这一步，那男人还不被那女人攥在手里。大监，大王有诏，大王召芈月承明殿见驾。请容我梳妆。好。将大王赐予我的首饰，捡2只好的戴上。那衣裳呢？就要那件鹅黄色的吧。姑姑，你说呢？好，不过于艳丽，也不落于平俗。大王，芈月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到寡人身边来。是。护目一笑，峨眉曼质，容则秀雅，质出言志。寡人正在读屈子的《楚辞·大招》，果然写得很好。大王喜欢？屈子真是神来之笔，写楚国美人，栩栩如生。楚国美人，并非仅仅朱唇皓齿，
而且彼得好贤，习以督之。有道理。花容月貌，抵不上兰心蕙质。过去只知道屈子恨寡人入骨，巴不得烹而食之。但寡人读过他的笔墨，发现的确是个人才。既然不得楚王重用，不如来我秦国大展宏图。大王读过菊颂了吗？寿命不迁，生难国息，身故难徙，更宜窒息。心知如此，很难勉强，当真可惜。楚国人才虽不能由大王驱使，但楚国的学识却是可以拿来用的。楚国宫中藏书众多，王后出嫁时，楚王曾赏赐王后500卷书简作为陪嫁。王后的嫁妆虽然在武关被劫持，但义渠人只掠走了一些金银珠宝，而最珍贵的500卷书简，还有全套青铜乐器，全都完好无损。只因秦楚两国文字不同，秦宫中像大王这样通晓多国文字的人不多，所以这套嫁妆自入宫以后就一直没有动用过。这些寡人都知道，可是整理书籍事务，费时费力。王后请求大王准许芈月带着懂得秦楚两国文字的人来整理书卷，重训越人，让楚国的学识在秦国不至于明珠蒙尘。这果真是王后的想法？确凿无疑。王后虽然身怀6甲，困于交房殿，但她仍心系大王，愿为大王分忧解难。难得王后一片苦心。只不过前一阵子对待张子一事，他未免糊涂，乱了名分规矩，寡人不得不罚他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芈月曾在会院种过从楚国带来的杜若，一大把种子撒下去，能存活的仅寥寥几株。可见草木都恋旧土，人怎会对母国抛之脑后？何况远离母国艰难重重，哪有不惦念的道理？王后为人宅心忠厚，自来到秦国，事事以大王和秦国为重，但根未扎牢，有时难免心系旧土，关心则乱。但等到来年那杜若根扎牢了，秦国是他的基业，大王是他的靠山，他对旧土之念也就会渐渐淡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此话有理。寡人对王后也许是过于苛责了。明日下朝，寡人去交房殿看看她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寡人刚好让人做了几件上好的貂毛皮衣给王后护身子。多谢大王。王后可喜欢这2件新衣吗？大王给的，什么都是好的。还有2件白狐的，寡人让他们做好，也都给你送过来。臣妾身子笨重，只怕这衣裳一时还穿不上呢。不忙，等你产下王儿，一件一件慢慢穿。寡人要自己的王后言冠后宫。臣妾谢过大王。好。